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7号，视频来聊一下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上市的障碍是否被扫除，或者等下来讨论一下，有些朋友是担心这个位置比特币要崩盘，类似这个位置形态都看得懂那到底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会崩盘，还是等下来跟朋友们交代一下，利用周线的这个牛熊线跟朋友们聊一下很重要的一个右侧的点位，我们要怎么来观察。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两条牛熊线要记得当时29000的这个位置，主力只利用2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比特币的价格从29000跌回到25000附近。后面有一个小利好，也就是灰度战胜 SEC 的诉讼，盘中直接价格基本上是把这一根 K 线的一半都给穿破，所以我感觉盘子现在是非常的轻有可能主力这一个 25K 的低点就是主力洗盘的目标位。那现在不好的一点是都看得明白，前面在高位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比特币要继续疯狂的上涨，一个条件是时间有可能还不够，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有跟大家讲的周线里面这两条牛熊线，它历史上一般大涨的前提是这条绿色的线必须要在这条红色线上发，就类似今年1月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整理的区间，它往上突破这两条牛熊线，当时绿色的线是在红色线的上发，后面它会继续涨，所以之前的区间也是一直在判断，当时是有发现从这个位置开始周线里面红色的线它是给穿过这条绿色线的上发，也是判断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不能追你尽量看还有没有压回，但是没想到压回来是把这个高点以及这个高点的支撑都给跌破，现在重新回到 25K。 前面的时候高点的时候有发现一大片的人都在唱多比特币，现在价格压回来的话又有一大片的人在看空比特币，从评论区可以很明显观察出来散户的一些心态。所以我的观点是，有些朋友是在担心这个位置会不会跌破，也不排除，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比如说目前的位置有没有可能类似19年的，当时这个位置它也有跌破过这个牛熊线，有没有可能类似这个区间它也是会出现盘中挖坑的点位，然后价格上去，或者是这个区间盘中有没有一个挖坑的点位，后面价格上去。如果是突破了这两条牛熊线，不要去管有没有黑天鹅事件，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要开启一波上涨。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是右侧的朋友你可以看一下，或者是一些空方的朋友还在担心比特币要往下跌，那你不然就等这个位置到底有没有可能挖坑，那如果这个位置主力不挖坑呢，它万一整理到位往上去突破呢，我的观点是还在看空的一些朋友今天交代一个点位也大致是在这个上影线高点的位置28200美金附近，如果这边挑战，希望朋友们要全部转流。等下来跟大家讲解一下4个小时以及1个小时里面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牛熊转换的位置，如果真的把这个位置给挑战，因为我感觉其实目前的空间你去计算一下，把当前的价格去乘以 1.1， 它大约涨个 10% 就能轻松把这个位置给挑战。所以我的观点是感觉盘子是非常的轻不排除主力有可能就是在等待某一个契机，是美国那边要停止加息还是比特币现货 ETF。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则消息Michael Saylor 也是评论昨天刚出的一则消息，美国目前的会计规则已经是改变了，持有大量数字货币的企业将被要求以市场公允价值来报告其持有的资产，包括资产的上涨或者下跌后面的价值会对公司的收益带来波动所以 Michael Saylor 也是评论这个规则的更新为很多企业持有比特币为自己的一个库存扫清了一个障碍。然后我是有联想到，因为之前的一些报道，美国 SEC 一直在为难很多公司或者是基金公司或者是企业，不让他们的现货比特币 ETF 上市。有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比特币现货 ETF 很难进行有效的估值或者是公允价值的评估。所以我的观点，美国会计准则的更新也不排除有可能就是背后的一些政治力量在扫清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的障碍。不过认真的朋友你可以去点击这一则报道，好像这一个准则是在2025年才开始实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比特币价格日线收盘，它是又收了一根十字星，而且在 25K 附近已经连续插了一根、2根、3根、4根这，不排除这个位置支撑是非常非常的强啊！一直跟大家讲不一定会破得下去，有些朋友是担心这个位置比特币可能是一个崩盘点，会不会这样子崩？技术形态都看得懂啊，一般整理20天左右，特别是这一条20的均线，如果从高点一直盘到这一个区间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变盘点，应该要做一个变盘的选择。但是我的观点偏向，有可能不排除它会去突破这个20MA，因为从一些迹象来观察，下面感觉总是有人在接货。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的量价，已经聊了有一段时间。每一次崩盘的点位，它价格会吃上去。然后刚刚有跟大家讲的，就是 28.2K 附近为什么有可能是牛熊转化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1个小时，虽然是它这一个是有把前面就是这个位置开始崩盘的大量全部给接走，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还有一个攻击量是在这一根啊，就是这2根 K 线，它是从这一根 K 线开始，就是崩盘的点位，前面都是20天的整理区，从这个位置开始，感觉有人把筹码给丢出去，希望比特币继续重心往下移。那现在重心移到下方以后，4个小时也是聊了有一段时间，感觉比如说像这种有大量的位置被吃掉，或者是这几个位置啊有大量的下跌，第二个马上来了一个多方的吞噬，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多方的吞噬，包括前面的这几个位置也是有一些大量，后面又被吞掉，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多方的吞噬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前面这个位置有利好消息出来之后崩盘下来，这根也是有大量又被吃掉。当然还有一个压力区啊，就是这一根 K 线也是有一个压力区。不然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就是有可能这个位置有人在不断的积累或者在吸纳。昨天这一根大跌后面是有一个利好，就是 ARK 木头姐它是提交了以太坊现货 ETF 的申请，而且是首次啊，所以我的观点包括一些新闻也是有报道，不排除后面有其他的机构肯定会竞争以太坊现货的 ETF， 所以有可能就是有人在这边不断的在吸纳。如果是担心的朋友，你不然就观察一下它到底会不会再挖坑到 25K 附近，也不排除。但是如果真的价格如果它跌不下去，重新反到也就是这一根大量的区间 28.2K 上方，我的观点是到时候要全力转牛啊！希望空方的朋友不要站在空方，后续的利润尽量不要错过。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